为什么一部分在网上发言的中国人动不动就代表14亿人？为什么搞特殊化和开小灶的现象到现在依然盛行？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读到自外与国人、特殊化的倾向、铲平是为了特殊化这两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自外与国人，在这一小节中，我们来讨论铲平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那就是拿别人不像中国人的说辞，去向对方施加压力，希望将他也搞得像自己一般局限。这种情形当然不完全是铲平主义倾向的表现，它还牵涉到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在一个个体与局部都没有合法性的文化中，如果个体或局部赤裸裸地表示他的意见只代表本位的利益，也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因此他必须将自己说成是整体的代表，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主义的化身，做出自己是为了团结才去争权夺利的姿势，并且还必须将对方说成是搞分裂的。因此也是自外与国人的，在一个不让每一个个体都用合法的有尊严的方式去代表自己利益的文化中，确实也只能够这样。不过它倒可以说明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中国人总喜欢用自己来冒充是14亿人的代表，而这种自封的代表在获得了这种合法地位后，自然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尝试控制别人。一般来说，他们倾向于用这顶大帽子去铲平比他们局限性要少一些的人，或者是他们的智商无法理解因而不能去接受的人。事实上，这种做法也的确是没有个性的、乖的、听话的，跟大家一样的不敢脱离群众的人，用来表达自己之优越性的独一无二的法门。因为在中国历来都是一个以数量取胜的民族，中国人历来要求优秀者向下看齐，他们喜欢与西方或第三世界的左派打打交道，而没有像其他的人那样，一方面在美国搞安身，另外一方面与强大的祖国认同，而且不与自己人在一起就无法面对世界，因此总是自己人抱成一团，窒息了一切对外的好奇心，而遭受到自外与国人的压力。特殊化倾向铲平是为了特殊化，正如大一统倾向与小国寡民倾向是相辅相成的一般，铲平主义的倾向与特殊化的倾向也是互相补充的。这两组相生又相克的关系在文法结构上也是相类似的。大一统是讲究整齐划一的，是求同的，是求和的；小国寡民则是画出小圈子的，是用按层次去做人，亲疏有别、内外有别的方式去搞特殊化。铲平主义也是讲究划一的，是求同的，是求平的，而特殊化则是在大家都齐头的基础上搞特权。因此它是按等级去做人，以尊卑有等、贵贱有劣、长幼有序的方式去搞特殊化。这类文法也是个体化不发达的文化之必然产品，因为在一个个体发达的文化中，每一个人与别人不同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他必须凭借自我组织与自我发展去做到这一点，而不是凭踩在大家强制齐头的基础上来突出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就无所谓铲平，也无所谓特殊化。这样的文化可以容许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出现多样化与差异性。然而在一个没有个体化而又将做人公式渠道化的文化中，人格平等的观念是不可能存在的。人的唯一内容就是他在整体的等级、身份、辈分以及在层次关系中的位列，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这种脉络关系中来向自己下定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特殊化就不是一种偶然的、暂时的、可以加以纠正的变态现象，而是这一整个文化结构中的主轴现象。平民一词其实是被铲平了的齐头之民的意思，因此平天下之术又曰齐民要术，而治平之道又必须先从齐家做起。然而能够去平别人、齐别人者，自然不会在被平被齐之列。这种官员与老百姓的截然划分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特色。在今日中国的老百姓中，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干部享有一些特权是应该的。国内的一些文艺作品以及一些具体事实反映出，不少人对原本与自己差不多的熟人或邻居的境遇获得改善，
心中往往是感到不快，认为他们不应该比自己好。但是对比自己高得多的干部，能够过得比自己好得多得多的生活，则没有话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偶尔对干部的特权发牢骚，确实有些事物的分配不均，并非由物质缺乏所造成，而是基于一种先天性的不平等态度。国内的一些人士，主要是女性，曾经对我说，某些首长搞三宫六院，但是却剥夺了老百姓对性爱的满足，因为整个社会体制，例如领导的干涉、别人的嫉妒、私人空间的缺乏以及私生活的不受尊重，似乎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设计的。中国传统思想中有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然而，这似乎只是士大夫的人格成长论，老百姓是被当作永远不成长的，因为不论老百姓是20岁还是80岁，都必须由外力去保护他们，使之不受腐蚀。因此，这基本上是一种将老百姓儿童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个表现。中国人历来都把老百姓当作是子民，把官方当作是父母官，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强调老百姓必须听话。这种倾向与中国人的人治当然也有结构上的直接关联。确实，法治是成熟的个人才能玩的成年人的游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没有人格平等的意向，就不可能产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在中国文化里，既然超然于特殊化人情渠道、尊卑、长幼、亲疏以外的人格观念很难浮现，自然就不可能发展到人格平等的观念。这个深层结构的形态可以一直上溯到州官时代。礼记曲礼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里很明显地界定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类。今天的分享暂时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分享锁国的心态，按等级层次来划分外面的世界和杨大人与洋鬼子这3个专题。